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现在我人是在特拉维夫，今天是2025年的7月1号。那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已经暂时停火了，可能会继续停火下去。那这一集呢，就是想带大家看一下目前以色列在战后的一个情况，来看一下特拉维夫目前的境况。那也是让大家可以看一下，真实的状况跟媒体所报道出来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在特拉维夫的轻轨站里面，应该不是在这一站，但是之前打仗的时候，轻轨站是有开放给民众来做防空洞的使用。哦，差点跟我妈分离了，她要去另外一个方向。对，我说车来了是这一面，我们要去南部，去巴迪昂。我们大概花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要去在6月15号的时候被伊朗的飞弹炸到的那个民宅，它在特拉维夫的南方。那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看被伊朗炸的地方？其实对我来说，记录是最重要的，知道在以色列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也让没有住在以色列的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经历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2个礼拜后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子去面对战争之后的重建，以及以色列人的韧性。那我不知道在那边会看到什么，但是我就是想要用我的眼睛还有镜头去见证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其实以色列的社会，不管是耶路撒冷还是特拉维夫，都是早就回归正常了。当伊朗跟以色列停火的隔天，以色列人就正常的上班上课。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其实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从我们昨天来到这里，在海边，在街道上，就是看大家正常的吃喝玩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昨天拍的影片，然后再看这个影片，也许心情上那个对比会更加的强烈。那轻轨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区的房子都是比较老旧的，然后在我们正前方最高的那一栋大楼，就是新闻上大家有看到的被炸掉的民宅。其实这边的房子多多少少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像这边，然后那边的窗户也变形了。那居民照常的在这里生活，这是今天晾的衣服。然后那个外送的小哥，这边的房子也是，还有我妈前面的这栋房子。然后这边的建筑物也是窗户都被震碎了，所以那边拿一个床单遮着，然后继续使用。然后楼下的这个蔬果店就是正常的开，然后大家正常的在这里买菜，然后放了一个大大的以色列国旗。那转过来这边呢，也是窗户都被炸烂烂的，然后下面的店还是照样开，冷冻的食品店嘛。然后那边应该是杂货铺卖玩具的，还有衣服店。那这是电器店。那边有一个跟我一样在照相的人，然后现在是已经没有办法走到内区了，那个路都已经封住了。从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被炸的样子。那在这栋建筑里面有8个人被伊朗的飞弹炸死，其中有3个是孩子。那这8个人里面有5个人是同一个家庭，从乌克兰过来，为了要治疗他的癌症。那这个家庭的先生还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打仗的关系，60岁以下的男生不能出境。那这个太太、他的孩子、他的2个侄子跟他自己的妈妈，他们全部都是平民，但就成为了伊朗的目标。就在6月15号凌晨2点半左右的攻击，就因为他们没有跑到防空洞，在这栋
房子里面有跑到防空洞的都有活下来，不然看那样子的炸法，绝对死亡的人数会不止8个人而已。但他们家凌晨2点半，他们没有待在安全的防空洞，所以就丧命了。这边也是被震坏的，然后好像都可以看，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别人家的书。这是旁边的大楼，玻璃也是被震碎，然后旁边的超市照样开，然后马路一样有很多的车，大家还是在这边生活。这边也都是被震坏的，这边也是都被震坏了，这样。还有这边，这里有一个广告，就是如果你的车子因为这次的攻击然后受损的话，可以帮助你，付一些钱。那现在已经封起来了，但是里面有工作人员，还有政府。巴蒂扬是特拉维夫下面的一个城市嘛。有他们的一个小亭子，我觉得他们这一小群人像是志工，这家门都炸到歪掉了，然后碎片啊、玻璃其实都清理得很多了，还有人特地来喂猫，像他们后面的那个女生就是特地来喂猫的，看了心情是蛮沉重的。所以从被炸的这个公寓，它旁边的这些商店啊都恢复了。刚才说的蔬果店嘛，衣服店、蔬果店，然后这边更多的衣服店、药局、银行，还有那边有超市，都恢复了。现在在路上的人也是蛮多的。所以现在居民也是照常在这里生活，然后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车。现在以色列的社会都已经回归了平静，但是刚刚到了被炸毁的公寓那边，就好像又被拉回了以色列跟伊朗在打仗那几天的真实感。那个时候我们在耶路撒冷也是每天跑防空洞很多次。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人质广场，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进入到这场战争。那现在我要带大家去人质广场，就在那边。它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是特拉维夫最大的 shopping mall， 叫 Azrieli Mall。台湾的办事处也在它的上面。那人质广场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它是从2023年10月7号的隔天开始，就有以色列的民众自发性的聚集在一起，要为被绑架到加萨的以色列人质发声。那为什么他们挑在这个地方聚集？是因为整个特拉维夫只有一个地方是政府机构，就是我后面的这个国防军。它这个位置其实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在英国托管时期，就是英国人的headquarters， 就是它的军事的司令部。所以以色列建国后，它就沿用在这个地方。那特拉维夫不是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才是。只是说，像台湾的办事处啊，或者是新加坡的大使馆啊，还有各国的大使馆都选择在特拉维夫。那所以以色列的人就选择在这样子的政府机构前面聚集，目的就是给政府压力。那也是因为这样，这个司令部就也是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就成为了一个目标。所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一栋大楼，它是一个住宅，也是被打到。大家可以看到它打到的这个地方跟军事基地是这么的靠近，而且离这个购物中心还有火车站是那么的靠近。走啊！所以常常人家说以色列是奇迹的民族，我真的是相信，因为伊朗它这么靠近，它就可以打到军事基地了，它没有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上帝让它偏一点，然后打到旁边，
然后另外一个很奇妙的是，里面的居民没有报道有传出来说有人死亡，可能他们没有人住在里面，还是都在防空洞。总之，这么大的一个可能是灾难，可是竟然没有发生，就跟在6月18号的时候，飞弹打到 Soroka 在以色列的别是巴的医院，可是前一天医院的人就已经把病患都移到医院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被打中的那一个区域就是没有人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神迹。那真的，以色列它已经完全就是恢复正常的状态。你看 mall 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那个手扶梯上面的人啊，过马路的人啊，这里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一个恢复正常的状态。那我看别人的频道，有网友就说，哦，所以以色列是把自己的人拿来当人肉盾牌吗？竟然把军事基地放在人潮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哈马斯他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人肉盾牌，是他把武器、把以色列人质藏在医院底下、学校底下、幼稚园底下、民宅底下，它不是一个明显的目标。所以以色列要花很大的心力去找到哈马斯到底躲在哪里，这些武器藏在哪里，然后要把它们摧毁。那对于以色列来说，它能够做的就是降低伤害，不然国际舆论会给以色列很大的道德压力。可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这是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就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是在英国托管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一个机构。这跟刚才把样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这里有很多的这种办公大楼，然后 Sarona 这一区还有很多英国托管时期就留下来的旧房子，改建成就是昂贵的餐厅。然后这是刚才我说伊朗打的民宅，问我妈她有没有看到那一栋第2栋右边的这一栋，下面这边。那我是认为伊朗它原来就是要攻击这一个军事基地，但是打到了住宅，那真的是上帝的保守，所以才没有人死亡。我以前拍过影片，但是我没有时间剪接。那在萨罗纳这边，在以色列建国时期，他们有从不一样的地方偷偷运了飞机的零件，然后就在下面做一个仓库，然后在这里组装飞机起来，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其实可以看到窗户都已经被那个震开来了，然后那边黑黑的，其实应该是也是有打到一点那个国防部，可是跟直接打中还是有差。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保守。虽然打到民宅也没有什么更好，但是这个局面对伊朗来讲本来都是双赢嘛，只要那个以色列的铁球没有拦截到。那以色列的铁穹本来就是只能拦截95%的火箭炮或者是飞弹，那如果它同时射100枚，那这个成功的拦截的几率就会降低。它本来就不是万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神话破灭，它以前就是这样。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影片。所以就是后面的这栋被打到，然后我想起来，我之前因为有来人质广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经过的。这个人质已经从被抓的时候21岁，过了22岁，现在23岁，这么久了。那这是放在这里很久的人质海报。那大家知道，被抓去加萨的人质里面也有贝都因穆斯林，因为哈马斯把所有跟以色列相关的人都当作敌人，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尼泊尔人，还是泰国人。那这边有特拉维夫的美术馆。那我们终于走到了国防部的背面。那这边呢，就是人质广场，上面写带他们现在回家。太扯了，太扯了！我现在收到一个那个简讯，就是要靠近那个防空洞，太扯了，太扯了！所以他们应该大家都要去防空洞了。那
这里呢是人质广场嘛，平常他们都会有就是固定在周六晚上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就是要让政府能够为人质多做一些什么事。好，那我们就看大家往哪里走吧。因为这个简讯收到的话，还会有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对，所以我们现在刚好拍大家撤离。我们现在已经走路走好久，好累了。看看大家往哪里走了。对啊，今天已经是633天，有13个小时。עוד לא קיבלנו שום אזעקה ושום התראה, רק ביקשו שנהיה על זה. ברגע שיקרה משהו, אנחנו מוזמנים לחזור. 因为他等一下应该就是真的会有防空警报，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去提醒我们。然后我猜他那个防空警就是那个飞弹还是什么导弹打完以后，他们还是会继续活动。真的去防空的人也是没有很多，都还是坐在这里。我们还是跟已经去的人走好了。挑大间的走。对。但是真的已经有些人已经去防空洞了，只是大部分在这里的人，他们都想要在这里可能拍一些画面吧。所以现在要躲防空洞是吗 ？OK 了，好，我现在去防空洞。拜拜。好，所以这就是美术馆。我们来看美术馆的防空洞。这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想象中会发生的事情。好，再次复习一下，就是找最近的这个 protected place 防空洞。那通常呢就跟着大队走，但好像很多大队都坐在位置上，也没有要动。好，然后我们看看，哦，响了。这个就是警报声。好了，关掉了，很吵。你看，其他人的都没有响，只有我的。他每次响很大声的时候，我就马上把它按掉，因为真的很大声。在以色列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找人来帮忙，他们都很良善。好，然后呢，这是那个警铃声响了以后，还是有人去上厕所，然后大家就是慢慢的走。这是刚才来参加那个人质广场活动的民众，然后我们等于就是免费可以看特拉维夫美术馆的艺术特展。好，跟大家一起躲防空洞，可能很多人吧。我跟妈妈还有宝宝，里面已经塞满人了，所以就在这里了。他不可能打到超过就是这个范围了。所以我妈拿了一个椅子，对，我现在就觉得好饿，然后有一些民众就走了，因为反正也下不去。那整个1楼其实应该都是一样安全啦。我们应该拍一下以色列人有没有很恐慌，大家就是滑手机嘛，然后防空洞的人很多。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防空洞而已，它的空间也不是很多，大概只能站个30-40个人。然后大家就是看手机咯，我不要去挤别人。我要解释给妈妈听一下。不过你这个整段时间你都在这里，你应该也知道，就是为什么这里还有人。可是这里已经大家开始散场了，主要是因为有人的手机已经看到消息，有看新闻嘛，就是那个导弹已经被拦截啦，所以我就可以走了。可是比较谨慎的人会等到政府已经发简讯说可以安全离开，因为有时候你在空中被拦截，你还是有东西碎片会掉下来啊，那个几率也不是没有啊。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差不多了，可以走了，所以就。对，看各自决定啦。你看，有人在这，有人在这，对。那你们还要再算刚才在人质广场那一大群根本没有打算要动的，他们已经很确定那个飞弹会被拦截。那我没有看新闻，因为我都一直在跟镜头讲话，但是我猜是也门啦，应该不是伊朗。那大家应该好奇
Kenny 跟九九在哪里，因为我们要来把样拍那个受损的公寓啊，然后拍以色列人的韧性啊，然后再来人质广场，所以这整个行程对九九来讲太挑战了，所以就变成 Kenny 带九九去别的地方，然后妈妈跟我还有一个需要随时喝奶的小朋友有薇啦，我们就变成3个人一组，是这个原因啦。Hi Jojo. Hi. We are in a bomb shelter here. This is a neighborhood bomb shelter. 好了，我们跟抗议的民众也不算抗议的，他们就是为了人质在发声，然后再度回到人质广场。然后我觉得那个讲员啊，从刚才到现在没有停过，也就是说他的这些那个群众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帐篷呢，就是在表示在10月7号音乐季那天，有很多的年轻人去参加派对，然后被哈马斯无差别的就杀死，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大家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装置。那我会特地想要带大家来人质广场，就是因为哈马斯其实就是伊朗的一个带领人，伊朗他资助了哈马斯的恐怖行为，所以才会有10月7号的这场战争。那伊朗做的也不只是资助哈马斯，在加萨，也有在也门的胡塞组织，也有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所以大家可能是从去年或者是今年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才开始注意到说，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好像有一些冲突，但其实远远超过这些。这个历史已经要追溯到从伊朗在1979年变成伊斯兰的国家以后，从2000年开始，伊朗就不断的想要歼灭以色列。所以虽然新闻上是说以色列先攻击了伊朗，但是对以色列来讲，这场战争已经存在非常久了。像刚才为什么要躲防空警报，就是因为也门胡塞组织又射来了导弹，那个资金就是由伊朗所资助的。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隧道，就是在提醒大家，以色列的人质被藏在哈马斯的隧道里面，看不到外面的天空。然后你看这些民众一副就是刚刚都没有离开的样子，因为活动一直在进行嘛。所以大家算是见识到了以色列人的韧性了。如果在新闻上面可能会拍那种那个警报响了，然后以色列人逃跑的那种画面，可是这以色列真的是已经习惯了这个流程，这个现实面。他们也不想要战争，他们想要和平。最想要和平的人就是左派的人士，住在特拉维夫或者是住在加萨旁边。可是，在10月7号，哈马斯他们攻击的对象就是去参加音乐季、相信和平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住在加萨旁边，相信就是帮助加萨的人可以换来和平的这些以色列人、左派人士。那10月7号音乐季发生的事情的整个经过，已经有人做成了纪录片，就叫做《We Will Dance Again》。那他最近得了艾美奖，我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要去看。那真的是很佩服以色列人，633天了，他们持续的为他们的兄弟姐妹、为他们的人质在发声，希望人质都可以回来。现在还有50个人质还在加萨，活着的可能只有23个。那大家应该知道，我有写一本书，叫做《以哈战伤：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为什么它副标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以色列要的，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渴望和平。那这场战争非常的难打，就算以色列打赢了，其实在很多方面他还是输了，包含他所丧失的人，也包含了在国际媒体上面大家对以色列的观感。但是以色列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这是一场关于生存的战争。如果一个国家连保护自己的人民都做不到的话，这个国家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存在？那这就是以色列的现况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受吧。过了600多天，
人质还没有回来，然后以色列人继续在加沙要做这些军事行动，然后国际对他的支持和理解就越来越少。不过这以色列本来就知道，那以色列其实也不在乎，因为他今天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他的人能够安全的在这个国家继续的生存下去。那如果大家想要支持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的话，可以加入会员，或者是可以买书。好，那就这样喽，大家拜拜。עדיין נשאר